最近有一个报道，一位程序员通过 VPN 和国外的软件公司存在劳务关系，使用 GitHub 提交代码，使用会议工具 Zoom 开会，通过写代码和回答问题，经过几年的辛苦努力，赚取了100多万，被以违法所得的名义全部没收。先不考虑新闻的真假，因为有太多的反转的先例，假设这个报道是真实存在的，没收违法收入就意味着该行政处罚将这位程序员的劳动所得定性为赃款。这种定性显然超过了正常的认知范围。班都不上的吃空饷的公务员，在国企吃空饷的人员，收入没收了吗？早年或现在通过关系进入公务员队伍、进入国企队伍，收入没收了吗？这位程序员的收入和上面的收入相比，谁的更脏？更脏的收入没收了吗？不劳而获尚且可以得到纵容，老实本分的一点一滴的获取自己的劳动报酬，难道变成可耻的了吗？现在失业率这么高，就业形势这么困难，这位程序员不用国家操心，自己解决了自己的就业问题。且这位程序员是通过自己的合法劳动，就如蜜蜂辛勤采蜜一般，一点一点通过劳动在积累财富，是赚的外国人的钱，将外国人的钱拿到国内来消费。相比所有移民出去的人，都是想尽办法将国内赚取的巨额财富，大多还是不义之财，转移到国外，不去管对国家有害的大头，却来没收合法的对国家有益的小头。有背景的就可以放过，老实本分的就可以欺负，典型的欺软怕硬。中国虽然不是判例法的国家，但是一旦开此先河，那么外交部那些勤勤恳恳的为一带一路大计、为百年变局之大计出谋划策的在国外平台发声的人，是不是应该以同样的理由加以处罚？当然，一部分可能是通过合法的 VPN 出去的。网红李子柒数以千万计、数以亿计的海外收入，是否应该以同样的理由没收？教育领域的网红李永乐老师的海外收入，是否以同样的理由没收？国际关系学的金灿荣教授海外收入是否应该以同样的理由没收？还有千千万万的频道主是否应该以同样的理由没收？高校的老师、教授、硕导、博导、硕士、博士，医院里的医生做研究、写论文，多多少少都要去境外的机构平台查询学术资料，是否应该以同样的理由宣布论文发表无效？是否应该取缔一切因此获得的职位、学历？程序员、华为、阿里、腾讯，太多的人在参与开源项目，访问 GitHub， 用 Zoom 会议工具开会，那么是不是应该以同样的理由惩罚这些人，没收华为、阿里、腾讯的收入？那么华为辛苦搞的芯片突破，刚刚发布的 Mate 60 Pro、X5S、FreeBuds Pro 手表、12.3寸平板、通讯设备的成绩和收入，是否都应该被没收？没有了这些科技公司，拿什么去和美国争夺科技霸权？靠垄断资源的国企吗？开源系统 Linux、安卓、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开源软件都是境外的，更新都是或在 GitHub 上更新，或在境外自己的平台更新，这些已经融入了一切的生产活动和人们的生活中，是否应该以同样的理由去处罚每一个人，包括开罚单的人？那么多外贸公司、进出口公司和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还有一带一路国家的外贸和国外的人做生意，很多都是要通过国外的平台、国外的通信软件，难道这些进出口收入都要没收？防火墙只是用于防火，不是用来隔绝里边和外面的世界，因为人类文明需要共荣和互鉴。对于防火墙存在的必要性，凡是了解中国国情现状和过去8、9年历史的人都应该明白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不应该违背防火墙设立的初衷。防火墙应该是防止外面的火进来，也是应该防止里边的人出去将外面的火带进来。但是因为工作需要，并未从事非法的活动，对国家、对他人没有任何损害，甚至非但没有损害，而且是有益的，都不应该被禁止。
更不要说是罚没财产了。